男人万万没想到，仅仅因为在列车上大喊大叫，就被守卫毫不留情地剪破了衣服，脖子上挂上了一个死亡倒计时，胳膊上还被扣上一副钢制拳套。守卫二话不说，打开列车的小窗，直接将他的手臂塞了出去。瞬间，男人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可不到3秒，他却突然安静下来。外面是零下100度的极寒，他的胳膊已被瞬间冰封。此时，守卫手中的大铁锤早已就位。倒计时一结束，冰冻的手臂被抽回车厢，确认彻底冻硬后，守卫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铁锤。面对这一切，车厢里的穷人们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此时地球已提前进入冰川时代，全球99%的人类早已化为冰雕，仅存的1%幸存者蜷缩在这列已永不停歇行驶了17年的列车上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这小小的列车内部却等级森严，富人住在车头的头等舱，日日纸醉金迷；穷人则挤在尾部污浊不堪的车厢，靠一种黑色糕点苟延残喘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富人还会不定期从穷人车厢掳走孩子，有人只是随口抱怨了一句，便遭到了残酷的刑罚。但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。这一天，穷人终于忍无可忍，趁着守卫打开车厢门，发放那令人作呕的黑色膏状食物时，一个胆大的男人决定冒死一试。经过10几年的观察，他怀疑守卫的枪里根本没有子弹。为了验证猜想，他径直穿过人群，将枪口对准自己。确认无误后，穷人们立刻行动。他们抬起一根早已备好的金属管，迅速冲向即将关闭的车厢门，死死将其卡住。几名守卫因枪中无弹，转眼间便被制服。可就在此时，一名壮汉突然出现，气势骇人，众人一时不敢上前。关键时刻，一名年轻小伙挺身而出，迅速脱掉碍事的衣物，凭借敏捷的身手冲到壮汉面前，手起刀落，直刺其心脏。随后，众人冲进列车上的监狱，救出一对被困的母女。这对母女至关重要，男人是开锁专家，女儿则拥有特殊能力，能隔着车厢门听到内部动静。在男人娴熟的操作下，车厢大门缓缓开启，门后空无一人。这是他们17年来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，所有人都震惊不已，但此刻无暇欣赏，必须赶在守卫增援前继续突围。第二道门后是制作黑色糕点的车间，尼克忍不住查看食物来源，却被眼前一幕惊呆，那些糕点竟是由蟑螂搅拌制成。他怒火中烧，恨不得将那些妇人碎尸万段。就在此时，女孩突然察觉异样，但为时已晚，父亲已打开门锁。一群手持斧头的守卫虎视眈眈地站在门口。更诡异的是，一名守卫竟剖开一条鱼的肚子，用鱼血涂抹腐刃，据说这样能阻止伤口愈合。正当穷人准备迎战，守卫们却纷纷戴上夜视仪。列车随即驶入漆黑隧道，手无寸铁的穷人瞬间沦为黑暗中的猎物。守卫疯狂收割人命，而一名女人则在后方静静观战，仿佛在欣赏一场盛宴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尼克突然想到火种，他低声传递指令，消息迅速在人群中接力传递。车尾的小男孩收到信号后，立即点燃火种，并将其一路传递向前。火光骤然照亮车厢，局势瞬间逆转，穷人反败为胜。尼克也成功制服了那名冷眼旁观的女人。列车驶出隧道时，车厢内已尸横遍野，穷人死伤过半。一位老者劝阻众人不能再往前了，否则所有人都会送命。但尼克坚持必须攻入驾驶舱，掌控列车引擎系统。为减少伤亡，他只带4人继续前进，其余人留守原地。随着深入，尼克的认知不断被刷新。列车中不仅种植着各类瓜果蔬菜，还养殖着鱼虾海鲜，甚至有吃不完的肉类。富人的孩子接受贵族教育，而穷人的孩子却连1天学都没上过，只会被掳走充当零件。正当尼克怒火中烧时，一个光头推着一车鸡蛋缓缓走出，声称这是新年礼物，任他们取用。然而下一秒，他便掏出冲锋枪，打得众人措手不及。危急关头，卷毛掷出飞刀，击倒开枪的女教师，自己则趴得装死，侥幸逃生。但车尾的同伴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尼克通过监控看到他们全被守卫射杀，悲愤交加。他拾起女教师的枪，击毙其同伙，带着仅存的3人继续前行。沿途，他们目睹富人奢靡的生活，而富人见到底层人闯入，脸上写满鄙夷。
恰在此时，列车开始转弯，后方守卫发现前方异动，立即开火扫射。尼克奋力还击，双方却都未伤及要害。这时，开锁专家注意到一片雪花飘入车厢后并未融化，这意味着外界温度可能已回升至可生存范围。他们来不及细想，迅速向前推进，在守卫追来前一秒躲进下一节车厢，并设下埋伏，成功反杀追兵。三人继续前进，竟发现前方车厢设有酒吧、温泉，富人在此纵情享乐。尼克难以置信，在这末日列车上，贫富差距竟如此悬殊。最终，他们抵达最前端的驾驶舱，愤怒的尼克猛拍舱门，却被开锁专家拦下。原来，他真正的目标不是驾驶舱，而是通往列车外部的大门。他多年收集炸药，只为炸开那扇门，验证外界是否真的回暖。就在他准备引爆炸药时，驾驶舱门却突然开启，一名女人开枪击中开锁专家腹部，并逼迫尼克进入驾驶舱。舱内，列车的统治者，一位白发老人平静地接待了他。面对尼克的质问，老人坦然承认，阶级制度是他刻意设计的，暴乱也是他一手策划，目的只为维持人口平衡。富人要活，就必须减少穷人数量。他说。尼克几近崩溃，老人却递给他一颗胶囊，希望他接任列车领袖。就在此时，开锁专家的女儿冲进来，向尼克借火柴点燃炸药。尼克却阻止了他，难道他被洗脑了？未等女孩反应，他忽然听到地板下有异响，撬开后，竟发现一个小孩正蜷缩在齿轮间，为发电机提供动力。原来，列车零件早已损坏，只能用人代替。尼克怒不可遏，一拳砸向控制台，强行卡住齿轮，咬牙将孩子拽出，随后将火柴交给女孩。女孩迅速点燃炸药，开锁专家试图关闭外门躲避爆炸，却发现门锁失灵。他毫不犹豫冲向女儿，将她紧紧护在怀中。尼克也飞奔而来，一把抱住女孩和那个获救的男孩。轰然巨响中，车厢四分五裂，脱轨坠入雪原，一切归于寂静。两个孩子在残骸中缓缓醒来，车厢内已无声息。他们穿上大衣走出废墟，惊讶地发现外面真的不冷了。不远处，一只北极熊静静伫立，眼神温和，仿佛象征着和平与新生。故事至此落幕。